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有3样东西，你梦见了千万不能说破，一说破，到手的横财就飞了。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，关乎你下半辈子能不能翻身，能不能把前半生受的苦一次性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你先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，哪怕只有10分钟，把心沉下来，把耳朵借给我。很多人以为梦都是假的，是脑子在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看我们老祖宗从《黄帝内经》到《易经》，几千年来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人不仅仅是这具肉体，人是天地的产物。你白天眼睛睁着，看的是人世间的柴米油盐，那是你的意识在工作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当你两眼一闭睡着了，你的肉身休息了，但你的魂魄，你那股真气它没休息啊，它脱离了肉体的束缚，开始跟天地沟通，开始接收宇宙里那些你白天看不见听不到的信号，这就是梦。梦是天机，梦是你的神魂在帮你偷看未来的剧本。尤其是当你人生走到转折点的时候，当你即将要发大财走大运的时候，老天爷不会直接开口跟你说话，他不会给你打电话说喂，明天你要发财了，他只会通过梦给你显象，这个象就是天机。但是我要极其严肃地警告大家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看过太多太可惜的例子了，很多人早上起来那个梦境还热乎着呢，感觉特别真实特别震撼，他转头就跟老婆说，跟老公说，甚至跑到公司跟同事说，哎呀，我昨天做了个怪梦，梦见发大水了，梦见着火了。诸位，你这张嘴一动，气就泄了，那个原本聚拢在你身边的财气运势，顺着你唾沫横飞的那一瞬间，顺着你的嘴巴跑了，干干净净。等到过几天，你发现本来该谈成的生意黄了，本来该中的奖没中，本来该升的职没了，你还以为是运气不好，还以为是水逆，其实不是运气不好，是你自己那张嘴把你的财神爷给骂跑了，是你亲手把到了嘴边的肥肉给扔了。所以今天这堂课价值千金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你的梦里出现接下来我要讲的这3样东西，记住我的话，哪怕烂在肚子里，哪怕把舌头咬断了，也绝对不要跟任何人提一个字。在这个运势兑现之前，你必须像守住你的命一样守住这个秘密。这不仅是守财，更是守住你全家人的福报。这3样东西一个比一个猛，一个比一个准，尤其是最后一样，很多人见了会怕，会觉得是噩梦，但在懂行的人眼里，那是泼天的富贵。我们先来把这个道理讲透，为什么梦不能说，这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，不是迷信。你看我们中医讲，人有5脏6腑，心肝脾肺肾，这5个脏器不仅仅是管你吃喝拉撒的，他们每一个都藏着神，肝藏魂，肺藏魄，心藏神，脾藏意，肾藏志。你白天醒着的时候，是意和志在主导，你的理智在控制一切。但是到了晚上，理智睡着了，你的魂和魄就出来。魂是什么？魂是阳气，它要往上飘，它像火一样。魄是什么？魄是阴气，它要往下沉，它像水一样。当一个人的身体极其健康，阴阳极其平衡，或者说他的能量场突然变得很强大的时候，他的魂魄就能感应到未来的事情。这在现代科学里可能叫量子纠缠，叫潜意识预知，但在我们老祖宗的眼里，这就叫天人合一。当你梦见大吉大利的景象，说明那一刻你身体里的频率跟财运的频率共振了。
这个能量是非常珍贵也非常脆弱，它就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或者是刚点着的小火苗，你需要去保护它，去养它，让它慢慢壮大，最后变成现实里的真金白银。可是如果你一旦说破了，用语言讲出来了，语言是什么？语言是心之声，心主火，你一张嘴，火就把这个气给烧散，而且你告诉了别人，别人的念头就会加进来。哪怕是你最亲的人，他听到你要发财，他心里哪怕闪过一丝丝的怀疑，一丝丝的担忧，甚至是一丝丝的嫉妒，这一股杂念就会像一盆冷水直接泼在这个小火苗上，吱的一声灭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沉默中爆发。真正做大事的人，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的。好了，道理讲清楚了，我们来讲干货。这第一样东西，如果你梦到了，恭喜你，你的先天之本，你的财库大门已经打开了。这第一样东西就是水，而且不是普通的一杯水，一桶水，而是大水，是漫天盖地的大水。知道很多人一听梦见发大水，第一反应是害怕，哎呀，是不是要发洪水了？是不是家里要遭灾了？甚至有人梦见自己掉进水里，被水淹没，透不过气来，醒来一身冷汗，觉得自己要倒霉了。诸位听清楚了，如果你做了这种梦，千万别去那些乱七八糟的解梦书上查，更别听村头老太太瞎忽悠。在中医和易经的体系里，梦见大水，那是上上大吉之兆。为什么？我们先看易经，易经里有个坎卦，坎为水，水是什么？水是万物之源，没有水，这个地球上什么都活不了。在我们身体里，水管水，肾管水，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，你从你爹妈那里继承来的那一口气就藏在肾里。我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，通于脑。你的骨头硬不硬，你的骨髓满不满，你的脑子灵不灵光，全看你的肾水足不足。更重要的是，肾主志，这个志既是志气的志，也是智慧的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想要赚大钱的人，一个想要发横财的人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力气吗？去工地搬砖，力气最大，能发财吗？不能。是勤奋吗？早起贪黑扫大街，最勤奋，能发大财吗？也很难。真正赚大钱的人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决断力，靠的是眼光，靠的是在关键时刻敢于下注的那种魄力。而这种魄力从哪里来？从你的肾里来。当一个人的肾气充足到了极点，他的意志就会极其坚定，他的脑海里会突然生出大智慧，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所以你梦见漫天大水，梦见江河湖海的水突然涨起来，甚至把房子都淹了，把你人都吞没了，这在生理上代表你的肾气充盈到了顶峰，你的精气神已经满得溢出来了。水主财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但这个财不是死工资，不是你每个月辛辛苦苦加班赚的那点钱，那个叫正财，那是木，是土。水是什么？水是流动的，水是变幻莫测。水带来的财是偏财，是横财，是那种像洪水一样突然之间涌进你家门，挡都挡不住的财富。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你们听完就会明白，什么叫听懂了是运气，听不懂是命。大概是10年前吧，我还在开诊所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中年男人，这人长得精瘦，但是脸色灰暗，看就是长期焦虑，压力大。
他是来看什么？看失眠。他说他最近生意不好做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每天晚上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尽做噩梦。我就问他，你做什么噩梦呢？他叹了口气说，大夫，我真倒霉，我昨晚梦见发大水，浑黄的大水像黄河决堤一样，把我的厂子全淹了。我在梦里拼命跑啊，结果还是被水卷走了。我醒来之后心里那个慌啊，心想这下完了，厂子肯定要倒闭了，这不就是灭顶之灾吗？说完他就开始唉声叹气。我当时正在给他把脉，我的手指搭在他的尺脉上。诸位，中医把脉，尺脉后盛。我一搭上去，发现他的尺脉沉而有力，虽然沉在底下，但那种力量感就像是一条潜伏在深渊里的巨龙，在那一跳一跳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把手收回来，盯着他的眼睛，很认真地跟他说，这位老板，听我说，你这个梦不是凶兆，是大大的吉兆。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以为我在安慰他。我说，你别不信，你肾气深藏，虽有焦虑，但底子极厚。梦见浑水，那是财水，水越黄财越旺，因为土克水，水里带土，那是财库大开的意思。你被水淹了，说明这笔财太大，大到你现在有点接不住，所以你会慌。但是这水是来生你的，不是来克你。我接着问他，你最近是不是手头有一个非常冒险的项目，或者有一笔生意，你一直不敢做，觉得风险太大？他愣了一下，说是有这么个事，有个朋友想拉我去搞一个什么原材料的囤积，说行情要涨，但我看现在市场这么差，我觉得他是骗子，或者觉得这事靠谱，正准备明天去回绝他。我一拍桌子说，千万别回绝，你回去把这事接下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他问，什么条件？我说，从现在开始闭上你的嘴，不要跟任何人抱怨你做了噩梦，也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心里没底，你就闷着头把这个事给办了。这就叫潜龙勿用，等到时机一到，就是飞龙在天。他半信半疑地走了，但我看他的眼神，他听进去。结果呢，过了大概不到半年，他又来了。这一次他是开着新买的大奔来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，一进门那个红光满面啊，跟半年前判若两人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激动得不行。原来他回去之后，硬着头皮把那个原材料囤下来了。结果正如他那个朋友所说，国际市场上这个材料突然断供，价格在2个月内翻了3倍。他那个快倒闭的小厂子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，光是那波差价就赚了他过去10年都赚不到的钱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当时他没有遇到我，或者他遇到了我，但是我没给他点破，而是顺着他的话说，是啊是啊，梦见发大水不好啊，你要小心啊，那他肯定就把那个机会推掉了。那这几千万的横财是不是就跟他擦肩而过了？这就是命。但是这里面有个细节大家要注意，我刚才说梦见水是好梦，那为什么他当时觉得是噩梦？因为坎为险，易经里说坎卦代表陷阱，代表危险。真正的大财往往都是披着危险的外衣来的。老天爷给你发大水，是想告诉你，你的能量够了，你的肾气足了，可以去搏一把了。但是你要像水一样深沉冷静，不要咋咋呼呼。水是至阴至柔之物，它能利万物而不争，你要学水的德行。如果你梦见大水，醒来之后到处嚷嚷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我家被淹了，你散发出来的是什么气？是恐惧的气，恐惧伤肾。
你一害怕，一嚷嚷，盛气一泄，那个原本能托起你发财的福利，瞬间就变成了淹死你的压力。所以听懂了吗？梦见大水，不管那个水多大、多急、多浑浊，哪怕是黑水、浑水、清水，只要是大水，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深呼吸，摸摸自己的后腰，告诉自己，我的财运来了，这是老天爷在给我灌顶，在给我加持，然后该吃饭吃饭，该上班上班，把你正在犹豫的那个决定往积极的方向去推一把，但是嘴巴紧闭，这股水气要留在你的身体里，去滋润你的肝木，去生发你的财运，这是第一样东西，水。对应的是我们的肾，是我们的先天真气，是决定你能不能有那个命去承载财富的基础。接下来我要讲第二样东西，这第二样东西跟水正好相反，但它预示的横财往往比水来的还要快，还要猛烈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水是细水长流的巨富，那这样东西就是一夜暴富的狂欢，那就是火。尤其是梦见大火烧家，梦见自己身处火海之中，甚至梦见太阳掉到你的怀里来，或者是梦见自己家里的厨房、卧室莫名其妙的起了熊熊大火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一些不懂装懂的解梦人，一听到火就说是上火，是发火，是家里要有口舌之争，甚至说是要破财。所谓的火烧功德林，我告诉你们，全是一派胡言。如果你信了这些话，那你真是把自家的财神爷往门外推。在中医里，水主火，心主火，心脏的火叫做君火，君就是皇帝，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。这个火是用来干嘛的？正常人的身体，心脏的火要往下走，沉到小肠里，小肠也是火，小肠里的火足了，才能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消化掉，转化成精血，才能把肾里的冷水蒸腾起来，变成真气去营养全身。所以一个阳气足、财运旺的人，他的手脚永远是温热，他的精神永远是饱满。而一个阴气沉沉，每天唉声叹气，手脚冰凉的人，你让他去发财，他连钱都抓不住。当你梦见熊熊大火，这在易经卦象上叫什么？叫离为火，或者叫火天大有。大家去翻翻易经第14卦火天大有。这个卦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太阳挂在天上，普照万物，这是极其尊贵、极其强盛、极其富有的一卦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体内的阳气正在急速上升，代表你生命里的事业已经像烈火燎原一样，压都压不住。你要知道钱是什么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，钱在某种层面上就是一种能量，就是一种阳气。为什么我们说红红火火？为什么开业要放鞭炮？就是要那个火的气势。只有当你身体里的阳气像火一样烧起来，你的磁场才能强大到把周围的钱财资源通通吸过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有一年冬天，我在台北讲课，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有个年轻的小伙子跑过来，神色慌张。他说：老师，我昨晚做个梦，吓得我现在心都在跳。我问他什么梦？他说：我梦见我家老房子的厨房着火了，火光冲天啊，把房顶都烧穿了。我就站在院子里看，想救火又找不到水，我就眼睁睁看着厨房烧没了。老师，这是不是预示着我要破财啊？或者是老家要出事？我看了看这个小伙子的气色，虽然他一脸惊慌，但是他的印堂发亮，
双眼非常有神，鼻翼两边微微发红，气色润泽。这哪里是倒霉的相？这分明是运势到了顶点的相。我笑了笑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小伙子，把你那颗心放到肚子里，这个梦叫火烧旺运。我给他解释，厨房是什么地方？在风水上，厨房是食禄，是财库。很多人以为火烧财库是把钱烧没了，大错特错。梦是反，或者说是取向的。火烧财库不是烧毁，是炼金。真金怕火炼，这把火是把你财库里那些陈旧的、发霉的、不好的东西烧掉，是要给你扩建财库的意思。而且火性是向上的，是往上走的，这代表你的事业、你的地位要往上窜一窜。我接着问他，你最近是不是在工作上有什么大的变动，或者你想辞职去干点什么？他惊讶地说，老师您真神了，我确实想辞掉现在的公务员工作，跟朋友去搞餐饮连锁，但是家里人骂死我了，说我是败家子，放着铁饭碗不要，非要去折腾。我昨晚做这个梦，我就想是不是老天爷在警告我，让我别干了。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，这就是典型的凡人思维。如果他真的这么想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，也就是个在机关里喝茶看报纸的小职员。我严肃地告诉他，你听我的，既然梦见了火，就要顺着火的性质。火是光明的，是热烈的。你去做餐饮，正好就是玩火，这叫得位。这个梦是告诉你，你心里的那团火压不住了，它要爆发出来，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泼冷水。我说，你记住，火最怕什么？最怕水，别人的冷言冷语就是水。你现在回去把这个梦烂在肚子里，谁也别说，尤其是别跟你那些反对你的家人说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去辞职，去创业，要像火一样，行动要快，声势要大。后来呢，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餐饮集团的老总了。有一次我们吃饭，他跟我感慨，他说，曾老师，当年如果不是您那一句话，我可能真的就被那个梦吓退了。我当时醒来第一反应就是想发个动态抱怨一下，或者跟我妈说，你看做噩梦了，不吉利。幸好我忍住了。他说，那段时间我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就像梦里那把火在身体里烧一样。所以诸位看到了吗？梦见火，那是老天爷在给你点火，在给你加满油。这种时候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最忌讳的就是你到处去说，然后被别人泼冷水。你跑去跟人说，哎呀，我梦见火灾了。那个不懂行的人，或者那个心里见不得你好的人，冷冷地回你一句，哎呀，火灾就是灾啊，你要小心啊，别出门啊，别投资啊。这一盆冷水泼下来，你的心火滋的一声就灭了，你的阳气就被打断了。这股本来要冲上去帮你赚钱的能量，憋在身体里发不出来，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实火，变成了炎症，变成了高血压，变成了焦虑症。你看，这身体的道理跟命运的道理，它是一模一样通了，就是财，堵了就是病。所以如果你梦见大火，不管烧的是房子、是车子还是你自己，只要不觉得疼，都是大吉。醒来之后去晒晒太阳，让自己热起来，然后把你那个宏大的计划赶紧去落实。讲完了水，讲完了火，也就是讲完了我们的肾和心，讲完了坎卦和离卦，这已经是水火既济的大格局了。但是这第三样东西才是今天的重头戏，它比水更神秘，比火更直接。如果说水和火还需要你去运作一下，
那么这第三样东西简直就是把金元宝直接塞到你手里。但这东西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，最容易被人当脏东西赶走的。一旦你把它赶走了，那你真的是要后悔10年，甚至后悔一辈子。这第三样东西是什么？它又为什么被称为地底下最大的财神爷？各位深呼吸一口气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几十年的认知。如果你胆子小，或者对这个东西有天生的恐惧，请你先做好心理准备。但这恰恰是天机最喜欢藏身的地方。这第三样东西就是蛇，特别是梦见蛇钻你的被窝，蛇缠在你的腰上，又或者是蛇张口咬你。我知道屏幕前很多女孩子听到这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但是请你们把这种生理上的恐惧先放一放，听我给你们剖析这背后的天地大道。蛇在12生肖里叫什么？叫小龙。在一年的月份里，它对应的是4月。诸位把易经和五行拿出来看一看，4在五行里属火，但注意了，这不仅是火，它是金之长生。你们去翻翻命理书，巳酉丑3合金桔，金桔蛇看着是阴森森的，其实它肚子里藏着巨大的精气。而且大家观察过蛇没有？蛇是贴着地面走的，甚至是在地底下钻的。地底下有什么？有矿，有金子，有几千年埋藏的宝藏。在中医里，我们讲脾土，土生万物，蛇就是土里的灵物，它代表着一种极强的变现能力和复苏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蛇是要蜕皮，每一次蜕皮就是一次重生，就是一次脱胎换骨。当你梦见蛇，特别是金色的蛇、黄色的蛇，或者是那种粗壮的大蟒蛇，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梦。这是在周公解梦里虽然也提到过，但他们没讲透其中的机理。梦见蛇代表你身体里的真阴正在跟天地的真阳进行深度的交感，这是一种极其隐秘的财运。这种财通常指的不是你朝9晚5，甚至996辛苦工作赚工资，那个叫正财，太慢了。蛇带来的是横财。什么是横财？是你意想不到的投资回报，是突然下来的巨额遗产，是买彩票中的大奖，或者是你老家那套破房子突然要拆迁了。我有过一个非常深刻的案例，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这老太太的命真是好，但也真是悬差一点就被她自己那张嘴给毁了。这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苦了一辈子，老伴走得早，一个人靠摆地摊拉扯3个孩子长大。那天她来看病，说是腰腿疼，把完脉我就跟她闲聊，她顺口说了一句，说大夫啊，我最近老做怪梦，梦见一条大黑蛇盘在我家那个装米的缸里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还要咬我的手，我吓得拿棍子打，结果梦醒了。他问我是不是要去庙里烧香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仙家，还是说这蛇是来索命。我当时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诸位，你们听这个象黑蛇，黑属水，水主财，盘在米缸里。米缸是什么？是粮仓，是财库，而且蛇还要咬他的手，手是用来抓钱，这是财要到手的意思。我赶紧拉住他的手说，大娘，您先别急着去烧香，更别去找什么大仙破解。我问您家里是不是有什么老房子，或者有什么祖产？他愣了一下说，有是有，就是我老家那个破院子都快塌了，我们全家早就搬出来了，那地方现在连狗都不去。我说您听我的，这个梦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，
尤其是您的儿女，一个字都不要提。这条蛇不是来害您的，是来给您送财的。您那个老房子，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找您谈事情，可能是拆迁，可能是有人要买地，总之会有一笔您想都不敢想的钱。老太太瞪大了眼睛，半信半疑。我接着说，但是您记住了，在这个事情没有落实之前，您就当没做过这个梦。如果有人问您最近睡得好不好，您就说挺好的，千万别说梦见蛇了，一说这个气就散了。老太太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她是个苦过来的人，知道听专业人士的话。她点点头说，那我就听您的，反正我也不懂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不到2个月，她那个破院子所在的那片地真的要开发了。政府征地，按照新政策，他那个院子虽然破，但是面积大，1平米补偿下来，加上安置房，老太太一夜之间拿到了将近300万。300万啊！对于一个摆了一辈子地摊，一天赚个几十块钱的老太太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她拿到钱之后，专门来感谢我，拉着我的手，眼泪都下来。他说，曾大夫，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您知道吗？我当时做完那个梦，本来第2天就要去找我们小区门口那个算命的老头，他跟我说过，梦见蛇不好，要破财消灾。幸好我先来看了病，遇到了您。他接着说，而且您不知道我憋得多难受。我大儿子那天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，我差点就要说出来了，话都到嘴边了，我硬生生咽回去了。现在想想，如果我当时说了，我儿子肯定会说，妈你别瞎想，破房子能值几个钱。我这心里一动摇，说不定这个财就真的没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守口如瓶的力量。老太太虽然不懂什么易经，什么五行，但她听话，她守住了。而那些自作聪明的人，梦见蛇就吓得要死，到处找人破解，到处烧香拜佛，结果把财神爷活活赶跑了。我再给你们讲讲，为什么蛇在医学上，在能量学上代表的是这么强大的财运。你们知道蛇的脊椎有多少节吗？有的蛇能有200-300节，这在中医里对应的是什么？是督脉。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，它从你的尾椎骨一直往上走，经过你的脊柱，到达你的头顶百会穴。当一个人的督脉通畅，阳气充足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的精气神是完全不一样，他走路带风，说话有力，做事果断。这种人天生就是能成大事，能赚大钱的。而梦见蛇，尤其是梦见蛇在你身上爬，在你身上缠，这是你的督脉在自我修复，在自我升级。你想想看，蛇是怎么动的？它是用整个身体在扭动，那种波浪形的运动，跟我们身体里气血的流动是一模一样。当你梦见蛇缠着你，那是你身体里的气在打通淤堵的地方，在冲开那些阻碍你发财的关卡。而且蛇还有一个特性，它是冷血动物，但它能在最寒冷的冬天蛰伏，然后在春天的时候突然苏醒，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。这在命理上叫什么？叫厚积薄发，叫否极泰来。很多人一辈子穷困潦倒，突然有一天时来运转，一夜暴富。这种人往往在发财之前都会梦见蛇，但是这里有个极其重要的禁忌，我必须反复强调，如果你梦见蛇，千万不要在梦里打它杀它，更不要醒来之后到处说我梦见蛇了，好恐怖，我把它打死了。你这么一说，你就是亲手把你的财神爷给打死了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
如果你在梦里遇到蛇，你就静静地看着它，甚至你可以在心里默念：来吧，我接受你，我欢迎你，你不要怕。梦里的蛇咬不死你，它咬你是在给你灌注能量。等你醒来之后，摸摸自己的脊椎，从下往上捋一捋，这叫顺气，把这股蛇的灵气留在你的身体里。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要特别留意身边的机会，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电话，可能是一个偶然的聚会，可能是一条看似普通的信息，但那里面藏着的就是你的横财。这个时候你要像蛇一样，眼睛要尖，动作要快，该出手的时候绝不犹豫。我还见过一个更极端的案例，有个做生意的老板，他连续3个晚上梦见一条金色的大蟒蛇盘在他的办公桌上。他第一天醒来觉得奇怪，第二天又梦见，他开始害怕了，第3天还是这个梦，他就崩溃了。他跑去找那个所谓的大师，那个大师煞有介事地说：你这是犯了蛇煞，要做法事，要花钱消灾。结果这个老板前后后花了10几万去做什么法事，烧什么纸钱，还在办公室里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你们猜结果怎么样？就在他做完法事的第2天，有个合作伙伴本来要给他介绍一个1000万级别的大项目，结果那个合作伙伴突然改主意了，把项目给了别人。这个老板后来辗转找到我，跟我哭诉。我听完之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我说：你这不是消灾，你这是把灾给招来了。那条金蛇是来给你送钱的，你倒好，花钱把它赶跑了，还把真正的财神爷也一起赶跑。所以诸位听明白了吗？梦见蛇，尤其是金蛇、黄蛇、大蟒蛇，这是天大的吉兆，这是你这辈子可能就遇到那么1、2次的翻身机会。你要做的不是去破解，不是去消灾，而是要守住这个秘密，然后积极的去行动。现在我把这3样东西总结一下。第一样是水，对应肾，代表你的根基，你的魄力。梦见大水，说明你有承载大财的能量了。第二样是火，对应心，代表你的激情，你的行动力。梦见大火，说明你的事业要爆发了。第3样是蛇，对应督脉，对应脾土，代表你的变现能力。梦见蛇，说明横财马上就要到手。这3样东西，水火蛇，它们分别对应了易经里坎、离。巽蛇属巽，风也，这是天地人3才的完美组合。如果你3样都梦到了，那我只能说，你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大德了，这辈子老天爷要来还债了。但是记住我今天反复强调的那句话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你梦到了这3样东西的任何一样，从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，就要把嘴巴闭紧，不要跟老婆说，不要跟老公说，不要跟父母说，更不要发朋友圈、发抖音，你就当这个梦没发生过，但是在心里默默地记住它，然后用行动去配合它。该投资的时候别犹豫，该跳槽的时候别拖延，该合作的时候别多疑，因为这个时候天时已经给你了，地利也给你了，你要做的就是把人和补上。而人和的第一步就是管住你自己的嘴，很多人就是毁在这张嘴上。本来一手好牌，非要说出来让别人给你泼冷水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真正希望你好的人没几个，大部分人都是见不得你好的。你跟他说你要发财了，他表面上说哎呀恭喜恭喜，心里想的是你凭什么发财？你比我强在哪儿？这一个念头就足以把你的财运给削弱了。所以真正的高手都是闷声发大财，等到钱已经到手了，
事情已经成了，你再拿出来显摆也不迟。但在那之前，你要像水一样深沉，像火一样内敛，像蛇一样隐秘。最后我再送大家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这几十年行医研究命理总结出来的精华福气，是养出来的，不是求出来的。财运是守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你的身体会通过梦境告诉你你的运势到了哪一步，但这个信息只能你自己知道，这是天地之间给你的私密通道。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这堂课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做梦梦到水、火、蛇这3样东西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守住它，养住它，然后等着它在现实里开花结果，这才是真正的顺天应命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到处转发，不要到处宣扬，因为真正的天机是不能广传的，你自己知道就好，默默的去实践，默默的去验证。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发财了，你再回过头来，你就会明白我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金玉良言。记住，水火蛇3样东西，梦到了就是你的福报，守住了就是你的财富。千万不要用你那张嘴把老天爷送给你的礼物给推出去。